年，今天是2024年9月3号，很荣幸我们邀请到了近期呢在国外狂玩，狂玩一整个月，想说怎么都还不回来，这一位伙伴太厉害了哈。那个他就是鼎鼎有名的吴秀珍团长。那我们邀请秀珍团长，他直接来为大家做开讲，好吗？好了，秀珍，请。好，那谢谢知莹。那我久仰贝学院多时了哈不过一直都没有机会呃来看这个贝学院的精彩的这个课程。不过就是知莹呢，他就邀请我来分享我们这次呢在挪威的进行的活动。那这个我呢跟大家一样哈，我也曾经是第一次那所以我现在这边呢先分享一下这个画面哈。那我的第一次呢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是去瑞典参加这个世界大陆营哈。那世界大陆营的话呢，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国参加童军活动，然后就当带队的那个服务员哈。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丹麦就是落地嘛，在丹麦呢旅行。然后这个里面当然没有我了哈，这里面都是小朋友跟那个外国人哈。那这2位是这个建中的副师团的伙伴，然后再来就是带小朋友呢在营地里面探索。然后这是这个我带的小队。然后那时候呢，这是第一次出国参加童军活动的时候呢，看到国旗哈，那真的是非常感动。然后再来就是进行一些营地的活动，那跟营地的其他的这个外国童军呢进行交流。然后当然就是童军呢最迷人的一个部分就换布章。然后再来就是营地他们呢也有做一些当地的特色的一些介绍哈。这是瑞典的一个 festival， 就是叫做露西亚节。那品尝当地的那个瑞典的那个特色。好，那这跟瑞典的这个小孩子合照哈。然后再来就是营地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很有特色的这个 building， 就是他们自己的代表团的这个营地建设。好，然后就交换领巾了。这是我带的小朋友，他今年已经大学毕业了哈。然后再来就是营地的一些活动，这是瑞典那次的世界大陆营哈。然后再来就是很大很大的弹珠台。然后这个是这个小朋友他们呢就进行让一个小白球可以从这个管子当中穿过去的这个活动哈。当然营地的就是在森林当中穿梭，在北欧这个就瑞典的森林当中这个穿梭哈。然后就是有一些活动，然后就是他们北欧人就会做很多很多营地建设，就比如说就把木头做成椅子这样的，上面写 Please use me， 那我就坐下去了。然后他们就有做这个东西哈，就是那个这个这个就是那个摩天轮。那他们瑞典那次世界大陆营所做的那当然就一定要去搭乘。然后他们有营地里面呢有一些跳跳马。然后再来就是在丹麦旅行的时候呢，跟那个安徒生的雕像呢合照。然后这是水土保持的一个游戏。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小朋友跟外国小朋友呢进行交流然后他们就是在营地里面呢就玩起来了。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就是那个风火轮这也是在瑞典那次世界大陆营的时候的事情好，那之后呢，就是对于这个世界大陆营以及世界的那个童军活动呢，那当然就是就很向往很向往。那所以呢，研究所毕业之后就努力赚钱。那努力赚钱之后呢，就我参加过世界大陆营然后第一次去欧洲就是世界大陆营，然后而且还是去北欧。然后所以就是接下来我想要去世界萝卜大会，因为我没有去过然后就去了世界萝卜大会，然后又去了那个萝卜味，因为萝卜味我想去都没有机会去。然后结果这样子呢，从2011年到现在呢，也去了9次的那个国际活动。那9次国际活动的话呢，包括3次萝卜味，然后呢这个4次世界大陆营以及2次的世界萝卜大会。那所以呢，这次呢我在这个挪威那我主要呢通常去一个国家，我通常参加他们活动的时候，通常都是只去那个国家。那
挪威的话呢，我们这次就跟那个语音伙伴呢，那我们就从挪威北玩到挪威南。那所以呢，我这边呢要跟各位伙伴呢再分享的一张图片，就是这个这个是我的足迹。那我们最北呢来到了北角，那北角的话呢是欧洲大陆最北边，然后去那边看什么呢？看午夜太阳，就是太阳不会落下来。人家平常呢都是去那边看那个极光那我们因为当然是夏天去，所以去那边看午夜太阳，那太阳不会落下来这样好，那看完午夜太阳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营地里面呢去，就是在斯塔万格这个地方呢，然后进行罗伯威的活动。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呢从北玩到南那先到了这个罗弗敦群岛，然后罗弗敦群岛呢就一路玩，然后到博多，到特隆赫姆，然后再来一直玩挪威缩影，然后再来就是来到了这个奥斯陆，奥斯陆，然后就准备回家。那我们在挪威呢待了37天，那37天，那其实应该我们不是待最久的啦，因为还有学员待更久，他们7月初就去了，然后前几天才回来然后呢，这个分享一下在挪威的时候的生活好，那一样我进行了分享。好，然后呢，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那就是当然第一站呢，这是会前那我们这次的 Robo Way 的活动那 Robo Way 呢，它是欧洲的活动。那我开场的时候有稍微介绍一下，这是 Robo Way 的大会领巾。我现在身上带的这一条呢，是代表团的，是我们台湾自己做的代表团领巾。然后再来另外一条是 IST 的领巾，我这次担任的是 IST 的工作然后呢是大卫领巾大卫领巾。那他们的主题叫做 North of Ordinary， 就是平凡之北。他们很谦虚挪威人很谦虚说我们是平凡的北方这样子好，那当然第一站的时候呢，我们就先到北角那北角看午夜太阳，人家都是去北角看极光，我们去看午夜太阳那北角这午夜太阳的话呢，上面就有人爬来爬去那全世界的好动的分子都一样那个上面这个地球呢，它是个装置物。好，然后再来就是这边要分享的是呢，挪威它非常的大方，它就是你要用电，它就电，这是巴士上面的充电的东西，因为他们很多都无纸化了，那无纸化就是要用非常非常多的 APP 还有网络所以他们就是免费的供应很多很多电源。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到了 Robo Way 的现场那我们还没有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呢，小朋友还在各地的营地的时候呢，我们就 ST 在主营地里面聚会嘛，然后我就看到我的老朋友他叫做克莱尔，然后他是我在法国认识的那是英国人。那挪威呢，这次办的是个欧洲区罗浮大会那我们台湾叫欧洲区罗浮大会，然后这个它的英文叫 Robo Way， 它的比较有个特色，这是英国，它是童军跟女童军合办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自己的国家有女童军总会，你可以独立派团，然后你童军也可以独立派团，这样它跟世界大陆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这边有几块布章我这边有几块布章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呢是英国童军代表团。那这个英国童军的 logo 大家认识，他们这次就是用那个维京船的样子好，然后也有呢，还有这个东西，大家看到一定会很疯狂我要去，我要去2027年世界大陆营大家都想去。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这个是英国女童军的代表团的布章，所以他们可以分别派2个代表团。那如果我们台湾的女童军她想要自己派代表团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好，然后呢，这位这个克莱尔呢，她是女童军，她是英国女童军。那女童军跟童军他们就不一样领巾，她就带着女童军领巾，他们就分很开。我就是女童军，
然后我们就跟老朋友聚会见面，然后再来就是 IST 的那个就是 Welcome Party 哈、然后台上的这2个人哈、那一个是挪威人，他是就是主任哈、这是我们的整个营队的主任，然后另外一个是副主任哈、那副主任呢他是瑞典人哈、那2个年轻人呢办了这个大活动哈、那我们在活动的最后几天的时候有见到面，他们跑来这个餐厅跟我们吃饭，我就说你们做了一件大事哈、那大家带着愉快心情回去。然后再来的就是 IST 我们有一些休闲活动。那这些活动的话就 hiking， 那 hiking 的话我们就爬山。那我傻傻也不知道这爬山只是说上去要4个小时，下来要4个小时哦。那我们就跟 IST 的其他伙伴呢一起爬山哦。那这个是那个国外团的风乐团长。然后呢，我们爬山之后才上去才知道是什么样的山呢？就是这里。这是哪里呢？这是挪威的圣坛岩哈。好，就叫步道台。不过呢，因为那天上去的时候一大堆童军，所以上面很像菜市场。然后上面的话呢，拍照还要排队哈。那我当然没有去排那个最前面那个地方，因为太多人，而且我们要赶快下山哦。那所以就是变成说挪威的一个特色景色，我们就是这样就上去了，因为它是在斯塔万格旁边而已哈，车程半个小时就到了。好，然后接下来呢，这是旅舍峡湾哈，它往下看旁边呢就是旅舍峡湾。然后再来呢，就是要换布章了哈。那换布章的话呢，这个是在这个我小朋友还没来之前哈，然后我就去搜寻一下，好啊，这位先生他非常热情，那我身上那条领巾也被他换走了。然后呢，他就给我2块布章，这2块布章呢是英国的，就是呢女王过世的布章，以及呢这个查尔斯国王即位的布章哈。然后他给我的这2块布章呢是不同语言哈，一个是英语，一个是威尔斯语。哦，英国他们有威尔斯、英格兰、苏格兰哈跟北爱尔兰，所以他们有些地方呢，他非常重视自己的语言。那我就换到这2个布章，我非常的开心哈。然后因为这是很有特色的。然后呢，再来就跟老朋友见面哈。这位先生是芬兰人哈，然后他身上戴的领巾呢，就跟他们的国旗颜色一样。然后他呢，是我在11年前认识的哈，我们那时候在这个加拿大世界罗浮大会认识的哈。然后他呢，那个时候是单身啊，现在已经2个小孩的爸爸了哈。然后就是我们见到面的时候呢，就非常开心合照。好，那时候也认识哈，那个我们有在几次都会有见到面。然后呢，当然就逛逛这个斯塔万格哦，这斯塔万格的这个市集哈，非常热闹。然后呢，这个挪威有一个特色，它只要是小镇或城市哦，一定都是靠海。为什么呢？因为挪威有非常多的峡湾，那峡湾旁边的那些水不是河水，它是海水。然后只要有海，就一定有海鸥。哦，那海鸥会来抢食物。哦，那海鸥会在那些雕像当中呢，就是栖息哈。好。那所以呢 ，ISD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benefits， 就是福利嘛，就是可以出去外面哈，然后也可以呢，就他会安排了一些呢，就是出外的行程哈。好，然后再来呢，就是看看斯塔万格，因为斯塔万格它是产油的哈，外海产油哈，所以斯塔万格它有一个石油博物馆哈，那它这是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个钻孔机哈，跟它拍照。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叫做 outdoor skill， 好，那就是所谓的户外技能。那户外技能的话呢，我去的时候当然只有一个台湾人。那这个台湾人的话，我们的伙伴都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嘛，大家讲英文的话，我只听得懂1成。那其实听懂1成的话呢，但是呢，他们都对我非常好。然后因为我们是户外技能，有一个东西叫生火，就是我们要让小朋友去把火生起来了。那起码我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有非常多的就是 training， 就是训练。那其中一个晚上的训练呢，那就是要先做，就是先生一堆火。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哈，因为呢，他们要生火之后有那个灰烬，然后隔天要做那个棉花哦，里面包灰烬，然后进行生火哈。然后生火之后呢，就是他们就开始烤棉花糖，然后就看到这个芬兰的正妹哦，他就开始拿出刀子削那个树枝尖，然后有人去那个 Kiwi 超市，就旁边有一间超市叫 Kiwi， 然后去买棉花糖，然后就买饼干哦，然后有婴儿车的妈妈就是捡木材来，然后大家分工合作，那就开始生活了哈，很像神秘仪式一样哈。那时候旁边很多人经过就觉得说这群人在干嘛？哦，
然后呢，呃，就是我们一直聊天聊到9点多，然后一边生火一边吃棉花糖这样子哈。那这是芬兰人哦，啊，这个是瑞典人。哦，然后就吃棉花糖哦。那棉花糖的话呢，连那个小孩子呢，他也都会自己弄棉花糖。像这个小孩子呢，他呢是4岁哦，他就自己包的饼干哦，就非常熟络这样子哦。好，那就一边聊天哦。好，然后呢，原来是他们要做这个东西哈、哦。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在棉花里面包灰烬，然后用2块木头去揉搓，让它变热加热。加热之后呢，用放大镜去用聚光的方式去照，然后就可以生火了。哦，那是我们其中一个组哦，我们 Outdoor Skill 其中一个组哦。那我们有小朋友去跑我们 Outdoor Skill 哈、哦，那哦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火没有升起来。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这是我的主管哦。那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这次呢，我变成是就是他是主持人，然后我是他底下的那个伙伴这样哈、哦，他非常会抛这个这个东西哈、哦。那我们已经是第6次见面了。好，我跟他说呢，我们呢是既然见了3次 Robert Way 哈、哦，然后2次世界大陆营，1次 Moot， 哦，我们是第6次见面了哦。好，然后我觉得蛮幸运的，因为呢，我们是见面，我们是认识很久了，所以呢，这次在他底下工作哦，我就是一点都不紧张啦哦，因为他也会常常来找我讲话哦，然后就是问我就是感受如何。然后呢，再来我们就是进行 Auto Skill 的这个演示哈、哦。那我们这一组叫做先锋工程。那先锋工程，我们就是 Auto Skill 的这个模组呢，它要2个小时，然后跑9关。然后呢，我这一组叫做先锋工程，他们要做什么东西呢？有同学有伙伴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这是什么东西？在做什么吗？在做晒衣架。在做晒衣架。那他们是悬空晒衣架啦，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先请 IST 来测试，然后大家因为外国也一样啊，他们就是很少接触，也说应该是说不常去绑这个先锋工程，所以他们也是弄得哩哩啦啦的哈。好，然后呢，再来，都是 IST 哈，他们就很开心嘛，哦，帮我比个爱心。然后就遇到老朋友哦，这位凯瑟琳，她是我在冰岛认识的哈，然后我们是第3次见面了。好，然后我们吃的食物哈，那我们一起去的伙伴就说这个肉丸子超好吃的。再来哦，我每天最期待就是下班之后呢，去这个富豪斯喝一杯，然后当然里面都是就是 no alcohol，就是无酒精饮料嘛。那今天在场的哦，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没有上来。哦，我看一下他上来没有？这是黄风月啦，然后另外2个一是高华景哈、哦，一个是那个徐芳菲哦，他们都是台北的伙伴。然后我们趁着小朋友还没来之前，那个时候小朋友都还在营地，就是分营地里面哦，因为他也是采取那个世界罗浮大会的方式，就是说前半段小朋友到各个分营里面去进行活动，然后后半段就来到主营地里面呢，来那个就是在主营地里面有很多活动哈，然后我们在这个荷兰的 Full House 里面呢，就是聚会，然后喝饮料，这是我每天最期待的事情。然后其他2个比较年轻的伙伴说他们想要去跳舞，好，那有一天他们就去舞会。那他们给 IST 的活动也非常的多哈。那除了这个 Full House 的那个要买东西哦消费之外呢，那当然有一些舞会，那也许舞会，那还有一些呢，这额外的他们叫做 side program，就是边边的那个 program 哦，还有一些可以进行那些活动。然后这是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好，我工作的那个大草原哦，那景色非常的宽阔又壮丽，好，然后呢，再来小朋友来了，那小朋友来的话呢，因为我是 Outdoor Skill，我是那个就是户外技能组，然后在小朋友来的那一天没有事，那没有事的话呢，大会就叫我们去帮忙，帮小朋友下行李，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呢，就是游览车来的时候哈，那我们要先帮忙把行李全部搬出来，然后小朋友再下车。那小朋友下车之后就领着行李就走了，那游览车就开走这样子哦，就不要让小朋友去把行李搬出来哦。那等于说小朋友这些17、8岁的小朋友，他们在车上看到我们这些
30、40岁的人帮忙搬行李这样。哦，那我们今天年纪大帮忙年纪小搬行李这样子哦。然后呢，我就在现场哈，然后从早上11点一直待到下午3点哦。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台湾的小朋友来到主营地，第一个看到的是我。那当然就是我们有拍一些照片，然后第一个看到是这是我们台湾小朋友，我后面是台湾的小朋友。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开幕了哈。那开幕的话呢，就因为我们台湾区才18个人，所以就是非常的珍贵，因此就有一堆人跑来跟我们换布章、换东西、换领巾。然后这2个是就是荷兰的小朋友哈，那荷兰的小朋友他们就跑来就是想要跟我换布章哈。然后这个荷兰呢，他们每次呢就是会有这种东西啊，叫做荷兰的木鞋哦。那我也换了好几只回来哈。好，然后再来呢，这个是开幕的现场哈。那开幕现场有演短剧，后面呢叫做 Rubber Band 就是乐团。好，那这是 Rubber Way 呢他们的一个特色。Rubber Way 他们会有 Rubber Band，那 Rubber Way 就演唱很多的歌曲哦，就是有名的啊，还有大会歌哦。那我参加过3次的 Rubber Way 然后这个这个3次的 Rubber Way 他们都演唱了很多人都就是很好听的歌曲。哦，那是 Rubber Way 当中一个特色。那我后来才知道呢，这些乐团的成员全部来自斯瓦尔巴。有伙伴知道斯瓦尔巴是哪里吗？斯瓦尔巴它是挪威的领土。那有伙伴知道在哪里吗？可以打字在上面。斯瓦尔巴，斯瓦尔巴在哪里？斯瓦尔巴在就是北极熊的家，对，它就是挪威的领土，再往上，北极圈里面呢有一个挪威的领土，它就是一个群岛，然后里面呢，有北极熊住在里面，然后那些成员现在都是来自斯瓦尔巴。好，然后再来呢，这个我们就开始进行的活动。那我是 outdoor ski 那我们是drying rack， 就是晒衣架。结果呢，小朋友他们就是那个青少年teenager is magic， 小朋友他们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创意。那我们的 Rubber Way 的参加人员是16到22岁。那我现场就是第一线，就是遇到这些小朋友来自欧洲的各国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就创意无限嘛。那我原本要教他们做悬空的晒衣架，他们就开始说做各种不同晒衣架那这个他们说他们能用好，那可见的这个是这个呢，这是挪威人他们是戴挪威领巾。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是晒衣架这是参加人员。那因为我本身是老师一起教国中、高中，所以我看到他们就是非常亲切，然后就觉得说全世界青少年都一样啊，就爱现然后就很喜欢那个耍帅然后也怎样，就是很喜欢那个很那个很漂亮的东西在身上挂一堆然后呢，再来你看这个是国际小队。那我们的 Rubber Way 的分小队呢是国内小队，原本是就是自己国家一个小队这样。所以我们的参加人员呢，这次台湾的去有2个小队是国内小队，可是他们这是国际小队他们自己把它拆成国际小队，这是芬兰人那是瑞典人那这是德国人他们就是组成国际小队这样，他们就做成这个drying rack 就是晒衣架。然后呢，这是大草原非常的壮观我每天就是一直拍照这是黄昏的时候。好，然后呢，在文化日的时候呢，我就帮忙写书法。那写书法的时候呢，就是写那个外国人的名字这位迈克尔先生呢，他这个也是台湾的这个好朋友就是台湾有一个团长叫李永义李永义呢，他本身呢就是跟迈克尔非常的熟所以迈克尔他来到我这边的时候，他就说你认识李永义吗？李永义我当然很熟大理高中的团长，然后我就搭上线了。好，然后后来我没有纸了。他们就是要求要写在哪里呢？写在手上，然后就写了很多人的手就写一堆东西的，然后还上了大会限动。好，然后再来呢，这个是什么东西呢？那这个就是 Full House 的收据因为德国呢，它也有开 Full House 那 Full House 他们就是德国就是用的很大型的帐篷这样子，然后他们的收据上面就是有那个德国的帐篷的那个样貌
好，那 full house 就是各个国家都开设 full house，那我们这场去的是荷兰的，哦，那像现场也有瑞士的 full house，好，还有那个塞浦路斯的 full house，哦，那我们台湾也曾经开过 full house 哦，在那个2015年世界大陆以后卖的是那个仙草蜜，卖的是仙草蜜哈、卖粽子哦，开设 full house。好，再来呢，我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呢？因为我原本就是要把背包，哦，这个蓝色的背包是我的，把它放在柱子那边，然后其他伙伴就开始放背包了，所以背包会无性繁殖哦，就其他伙伴就觉得说，哎，这个背包好像可以放，就开始放，然后就一堆背包这样子。所以在国际的场合当中呢，这个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你可能做第一件事情，人家跟你做第二件事情。好，然后再来，这个是荷兰的这个 full house 哈、哦，那荷兰的这个 full house 呢，这个是里面专门跳舞的。那荷兰人盖了一间 full house 来，一间帐篷来让里面跳舞，每天晚上就是音乐开很大声，不过直到10点而已，因为小朋友要回去睡觉啊，因为小朋友很多未成年。然后也是因为我们的营地呢，它附近有住家，然后所以我们就是10点就是开始进行静音哦。好，然后再来就是我在营地呢拍的这个云哦，非常的漂亮哈、哦，然后很像一群多多龙哦，他们准备回家，不过隔天就下雨了，那下雨的话就很比较不方便嘛哈、哦。然后再来，这是我的在 Auto Skill 的第二关哈、哦，那这个是要做净水器哦，那就是把两个保特瓶接起来，让其中里面的水呢经过蒸发哦，纯水呢通过保特瓶的接口到另外一个干净的保特瓶当中哦，然后这些呢青少年展现非常非常多的创意哈、哦，然后甚至有那个就是青少年跟我说啊，你要让那个水呢变干净哦，我可以把它含在嘴巴里面，用我的嘴巴呢，用牙齿的过滤把它吐出来，这样哈。然后就是这个欧洲青少年呢，就非常的活泼哦。然后再来，这个是奥地利的这个女孩子哈，她就是跟她同队的，跟她同国的另外一队呢，快要赶上她了，因此她就用嘴巴咬这个胶带哈，就是要贴那个保特瓶哈，然后就看到那些正妹就在我面前呢，就是变得很活泼这样子。好，然后再来，这是我们 Auto Skill 的场合，然后现场呢有9关嘛，然后我这看到对面的一关哦，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就藏在这个草丛当中，我觉得非常有趣。那远方是住家哈、哦，然后呢，这位伙伴哈、哦，他非常的炫，哦，身上挂一堆东西哈、哦，看不出来是哪个国家的人，真的看不出来，因为他的领巾没有挂。然后就挂了一堆东西，就是青少年的特色。然后小熊也挂进去，布娃娃挂进去哦，然后这个瑞士的吊饰都挂在身上哦。那以前我在当罗浮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是爱尔兰，然后呢，这位伙伴他就挂了一堆，然后我还有看过领巾上面夹一堆的东西的哈、哦，那青少年都一样哈、哦，然后就觉得很有特色，然后就觉得好有趣哦。然后呢，再来就是跟我老朋友见面哈、哦，然后他是厨师，所以都看不到他的人，因为这个他一直都会工作。然后我们厨师他们是厨房在很下面哦，然后呢，我好不容易在这个副 house 才跟他见面哦，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我们常说帐篷外面是欧洲，有一个节目是这样讲，那帐篷外面是帐篷。我那时候 ICT 超多帐篷的，然后甚至呢，对，那是沃巴克伙伴哦，所以也认识。然后呢，这个因为 IST 人太多了，然后甚至我们会被大会要求说，哎，你要跟其他伙伴的帐篷要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太靠近哈、哦。然后，然后呢，甚至呢，那个帐篷呢后面哦都还盖了一堆帐篷，一直是延伸到后面的民宅哈、哦。好，再来呢，我们 Auto Skill 每次开战之前都会精神喊话，不是啦，大家聚会，然后就是讲一下话，然后分享一下事情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们现场的一些伙伴，那中间这一位是我的那位芬兰的伙伴的太太，就是我那位芬兰伙伴呢，他呢2013年的时候还是单身，然后后来他就交女朋友，他交女朋友就交他，然后后来呢，呃，这个2017年
2018年啊，2018年的时候我们又见到面，他就带着瑞士领巾去瑞士帮瑞士人卖东西，因为他的太太是瑞士人。然后2024年再见面的时候已经2个小孩了，哦，2个小孩推着婴儿车2个小孩了，他当然肚子也跑出来了哈。好，都开玩笑啦。然后再来呢，这个是现场他们这个这些英国的小朋友呢，他们在做那个就是滤水器哈。好，然后我们最后就是结束的，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聚会，然后做一些就是那个呃分享哈。然后这位是我的朋友哈，他叫做 Emil 哦，那我们已经见了6次面了。然后他说 maybe next moot 哦，就是下次墨西哥那个不是葡萄牙的世界萝卜大会他也会去哈。然后我就开玩笑啊，哈，就是下次的世界萝卜大会呢，你是不是什么？你是 participant 哈？因为呢，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是2016年在法国，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同事，我们都是 IST。那隔年在冰岛的世界萝卜大会，他竟然是参加人员，那我就吓一大跳，就说身份转变的如此大，你竟然是参加人员，所以我就说明年世界萝卜大会，你是不是又是参加人员啊？当然不是，他已经30几岁了。好，然后所以呢，出国的时候呢，可以结交新朋友，也可以跟老朋友见面。然后当然就是活动结束了啊，我们去斯洛发那个斯塔万格附近的有名的那个3支巨舰的这个地标呢，去旅游。好，然后这是闭幕典礼哈。然后接下来闭幕，因为我跟云英呢有留在营地1个礼拜哦，所以呢大会有安排一些活动、一些工作给我们。然后这是离营的时候呢，就帮忙呢，就是引导这个成员上车，然后看那个票哦，你的名字是对的，你就可以上车这样子哦。好，然后接下来我在营地里面待了1个礼拜，我们8月2号活动结束，我们大概8月9号才走哦。然后就是去斯塔万格附近的老城区哦去走走。然后再来就是营地的清洁哈，然后我觉得欧洲人他们很会用工具哦，然后就拿着这种单轮车哈去清，就是带垃圾桶哈，把那个垃圾桶里面垃圾装拿出来。那这是我去欧洲已经这是第5次。那我去欧洲的感受就是他们就是用很多很多的轮子，很多很多的升降梯，让你的力气可以节省一点。哦，那比如说你要把餐食从1楼带到2楼，那你就用就是电梯。那你要去拿垃圾回来，你就用这种有轮子的车子哈。那他们很擅长用使用工具。等一下我会分享一些照片。好，然后这是我们留下来的 ICT 就开始做一些活动。然后呢，这位是冰岛伙伴，他就开始发明一种游戏，叫什么游戏呢？他就要从这个板凳下面把它翻上来，而且不要落地。哦，他超厉害，他已经翻了2次了。哦，那就是 IST 创意无限哦。啊，当然我就没办法了哈。啊，那云英你有成功吗？云英在现场你有成功吗？没成功。好，然后再来，我们的 IST 留在营地的 IST 要帮忙呢，把营地复原。然后这是我们要帮忙收大电缆。然后大电缆就是现场的这个挪威的童军呢，他就开着车子过来收哈，然后我们要把那个电缆上面的套子把它拆掉，所以工作呢是越来越辛苦哈，因为到时候连营地的任何的出现的东西都要帮忙清哈。然后这是挪威童军的工具箱、工具区哈，他们的工具一应俱全，就帮他们拍照。然后再来晚上的话呢，留在营地的这个 IST 呢，他们就 barbecue。然后再来呢，外面的帐篷越来越少了哈，因为很多埃及都走了。我们差不多到了第3天，留营的第3天的话，很多帐篷都已经离开了，只剩下3、4顶帐篷哦。然后就是有披萨之夜，就自己做披萨。好，那我这个做披萨很像道德台湾。然后呢，这是他们的桌子底下的勾勾，可以把这个椅子把它放在桌子下面哦，这样打桶就比较方便。然后这是烤面包机哦，那为什么那么清洁呢？那因为那是我清的。好，但是把椅子的插到那个桌子底下，好，那个勾勾里面，然后这样子椅子悬空。哦，他们有很多小巧思。然后呢，我去斯塔万格嘛，然后我竟然呢可以跟我的9年前呢
在世界大露营认识的一个挪威人见到面，他就刚好住在斯塔万格，那我们就约在星巴克见面哈。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要拍这个？这是云鹰的那个主管老板的背影哈，因为我们去游泳，然后就要不要去游泳哦？然后我们就去这附近的一个海湾，然后事实上是海水，就是冬下去游泳啊，水超冷的。好，然后再来这是我们留营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进行那个荷兰那个德国的夫浩斯有很大的柱子，他们在下面挖洞，结果他们测影之后，结果没有把洞填平，然后我们就帮忙把洞填平，所以工作是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就是等于说营地复原都是后来留下来 ICT 做的哈，然后这个洞要把它填平，那我们还去超市买那个泥土哦，来把那个洞填平哦。好，然后这是他们挪威的工具间，然后呢，接下来这是我后来有去斯塔万格再走两三次哦，那当然一定要去小狐狸的这个店朝圣一下，不过没有进去啊，他们就弄成一个挪威国旗的样子。好，然后去看到那个船哦，然后接下来我跟云英我们就去往北方走哦，我们就是那个特罗姆瑟哦，坐飞机去。然后特罗姆瑟呢，全世界最北的麦当劳。然后接下来就旅游行程了，然后接下来坐巴士哈，那我们隔天就坐了13，就是那个坐了10几个小时巴士哈，然后去罗弗敦群岛，然后再坐船哈，然后这景色就很壮丽。好，接下来是旅游行程，然后呢就拍了这个景色，啊，这是渡轮。哦，那挪威的渡轮非常非常的多哦，然后吃水很深，然后车子都开上去的。好，然后渡轮上面哈，就是事实上蛮舒适的哈。然后呢，这个看到那个冰河的遗迹哈，这是冰河的挖出来的 U 型的那个山谷嘛。然后车子都开上去了哈。那车子要钱，人不用钱。如果你是单个人，你不用钱，那车子要钱。好，然后呢，挪威的这个城市，只要叫城市的地方就开始卖行程。它上面是写什么 ticket，它就是卖峡湾的行程哦，就是你可以在那边买票哈，然后他们就进行一些旅游活动。然后呢，我在这个罗弗敦呢，这个北方的一个小镇，竟然还遇到这个罗伯卫的朋友哈，然后他是那个波兰人，你知道他波兰人，他第一句话跟我讲什么吗？他说：“恭喜台湾的拳击好手打败了波兰拳击好手，得到金牌。”因为我们见面的前一天晚上，刚好林玉婷得到金牌。他跟我第一句话是跟我讲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哇，这个也太跟得上时事了哈。然后我们是在罗伯敦这个小岛当中呢，是见到面哈。那我们是罗伯威的同事。好，然后再来呢，这个是那个罗伯敦的一个城镇里面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足球场。然后呢，我们住的叫罗伯屋，罗伯屋就是他们的渔屋啦，渔屋是他们的脚是悬空在海面当中的哦，然后背面是这个样子哦，这原因定的哈，那是他们的罗伯敦的一个特色的渔屋，然后它的背面是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赶路了，又坐这个巴士，红色巴士呢，就是往罗伯敦其他城镇走哦。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停靠点哦，这是罗伯屋哈，这是渔屋，然后景色哈，沿路的景色。然后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哈，就是“不闻海外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是我们住的旅馆哦，我们接下来是住罗伯屋，然后这是旅馆外面的景色。然后接下来就是登山哈，在罗伯敦也登山，罗伯敦又叫做海上的阿尔卑斯山的登山。然后这是在附近看到景色哈。然后呢，这是雷纳哈，这是罗伯敦的一个小镇叫雷纳哈，雷纳的这个景色。然后这个挪威的很多地方全部都是这种石头，那等于说呢，这个古代冰河是把那个石头挖的很深很深很深，然后挪威人他们就是把那个石头就地取材，做很多很多的他们的建材，然后这个冰河遗迹嘛哈，这个 U 型谷。然后这是旅馆附近的景色，哦，是傍晚的时候。然后这是我们住旅馆哈，它的外观，然后也认识了这个室友。
然后接下来又住渡轮了哈，渡轮张开大嘴巴，好，就是把车子吐出来，哦，然后再装新的车子进去，然后船里面的就是非常舒服哦，就是那个有餐厅，然后这个是渡轮外面的，外面水的尽头就是山嘞，哦，它这一群一群的小岛当中这样子航行哈，然后它渡轮里面还有行李架，哦，这原因然后还有行李架，后面那个行李架。然后再来就坐船，坐火车哦，坐火车要到那个要到南方的城市哦，特罗赫姆。好，然后看到大钢牙哦，这干嘛用的？这个是要拿那个货柜屋的哦，这个货柜的哈、哦。然后这是博多附近的景色哈、哦。然后我们坐的火车的位置哈、哦，因为我们是订那个豪华舒适的火车位置，然后一般的座位，然后还有餐厅哦，然后在行李架。再来就是寄物的地方哈，这是火车站寄物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特罗赫姆的景点，特罗赫姆的景点哈，特罗赫姆呢是挪威的国王即位的地方哈，然后这是他们山上一个堡垒，啊，当然跟大包合照，如果小朋友不乖的话，放这张照片给他，这是跟大包合照，然后这是看到景色啊，这是那个这是特罗赫姆的一个主教座堂哦，是挪威国王即位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接下来就是坐火车了哦，坐火车，然后我们来到了翁达尔斯内斯，然后也是爬山哦。那爬山的话呢，我们到山上一间餐厅里面，那我就说我真的疯了哦，我现在爬了三个小时的山到山上一间餐厅，到爬山的最后阶段都是这种石头，就是裸露的岩石，很少植被，然后就这样爬上去哦。那爬上去之后呢，看到景色真的是非常壮丽。我在挪威爬了3座山。然后再来就是大家要吃冰淇淋哦，就是我从这时候开始就是每天一定要吃个冰淇淋，然后再来就是当然下山的话呢，就坐缆车下去了，我就是没有体力下去了，然后接下来又坐渡轮哈，然后这个渡轮是只有车子而已，没有客舱，那你的那个乘客就要待在车子里面，它就只有车子而已哦，然后我们要去另外的地方看到沿路的很多很多船哦，然后这是我们在莫尔德哦的 Airbnb 的一个屋主哦，他的庭院，我们住在挪威人家里面哦，然后去拜访挪威的童军这个地方的这个训练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它海边，海边的对面就是山哦，然后他们如果要往返的话都要坐渡轮，然后这是桑拿屋，桑拿就是北欧人的桑拿，三温暖啊，然后这渡轮哈，这渡轮，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大西洋公路。那大西洋公路的话呢，它是在礁岩上面盖了一条公路哈。好，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奥勒松。那奥勒松呢，它的机场在这个海的对面。那么奥勒松只待一个晚上而已啦。然后奥勒松呢，它有德国的建筑物的特色，因为它德国国王威廉2世呢，曾经呢就是资助他们重建。然后接下来我们坐飞机了，我们要去大家都喜欢的卑尔根，好，那坐这个螺旋桨飞机，然后来到卑尔根的，哦，卑尔根呢曾经是挪威的首都哦，那现在挪威首都是奥斯陆，然后卑尔根的鱼市场，哦，我没有吃啊，因为好贵了。然后卑尔根的特色的就是那个那个他们的这个世界遗产哈、哦，他们以前汉萨联盟的时候的那个这个彩色的仓库哈、哦，然后这是卑尔根的这个遗迹哈、哦，然后就坐缆车上去哦，然后看夕阳这样子哦，然后他们也有捐血车，然后这个是冰岛人哦，他呢写过《挪威列王传》，一个冰岛人写挪威的国王的故事哦，那就拍张照片，然后就是有一些行程嘛哈，就看这当地的就是维京船的行程，我没有买，就是拍照而已，然后就跟雕像合照，好，那接下来又驱车哦，就是赶往下个地点，然后坐这个游艇哦去游峡湾哦，就是那个纳罗伊峡湾。哦，然后船上非常的舒服 comfortable 哦，但是一定要买他们东西哦，因为它就是整艘船就是一个咖啡厅。然后再来，我们到了佛洛姆，啊，佛洛姆没有旅馆，那我们就是露营哦，然后刚好带着帐篷哦，它一个晚上没有很贵。然后再来到附近的一个城镇里面呢，那城镇以前是一个交通集散地，所以它非常的热闹。那现在呢，因为
因为火车开通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渐渐没落，但是很多老的房子留下来。然后我们有向导，向导呢他就拿着老照片指给我们看，然后有参观鳕鱼博物馆，那就是挪威人也是捕鳕鱼的，也是这样子，展现自己的战利品，然后再来就是外送冰淇淋。那么我们的司机呢，带我们走那个景观公路，然后到山顶上去，然后就是有积雪，我们下去踩踏。这是积雪。那挪威我已经去第2次了，那之前积雪只看而已，然后没有下去踩，那这次就是有下去踩。然后这是附近看到的景色，真的就是所谓的山在虚无缥缈间嘛。然后再来参观铁路博物馆，那欧洲人非常多的这种可以在铁路上面行走的车子，它就是绑一个轮子，然后另外2个轮子，这样机车就可以在铁路上面行走，然后它火车上面一定有这个行李架，然后这个是挪威缩影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瀑布。然后我之前有去过，然后这是再去第2次，然后他们的挪威的这个 VY 的工作人员，制服非常的帅，很好看，绿色的。那我们后面是我们的火车，佛罗姆的火车。然后佛罗姆到达那个地点的话呢，是一个交通重镇，它可以去贝尔根，可以去奥斯陆，然后我们就是准备要回奥斯陆了。好，那奥斯陆的话呢，当然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啦。我在网络上有问大家，我到这个地方，我的信用卡该怎么办？一堆人跟我说用它，我在里面就开始狂刷，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标志都疯了嘛，小狐狸。然后再来，这是奥斯陆，奥斯陆的这是音乐厅，然后这是孟克美术馆，然后奥斯陆的港口的景色。那我们在奥斯陆只有停留2天而已啦，就是两个晚上，就是第一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然后隔天一整天行程。不过隔天一整天行程我都在干嘛？伙伴有听到我声音吗？刚刚有点断线，现在有。现在有吗？现在有吗？有有。那我在奥斯陆都在 shopping 了，都在帮伙伴买东西。那我后来只有去几个景点而已，然后我们就准备回家了。然后这是去附近的一个城堡，那也是这个听说是那个叫什么冰雪奇缘的那个城堡的那个参考的那个模型。然后这个是这是那个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地点，就是挪威市政厅。不过在旁边在整修啦。然后就拍照，有很多的北欧神话，这是诺斯山女神。然后再来就是跟卫兵合照，这是王宫，这是挪威的王宫。然后我喜欢拍车子，然后就拍了电车，他们的，对，好，来我看一下。好，那我重新共用一下哦。好，这样有切换到吗？有看到吗？有了哈。然后这个是冰雪奇缘的那个城堡的模型。这是挪威，这是奥斯陆的一个城堡，也是监狱的。这样有看到哈。然后这个是挪威的市政厅，那也是哪个奖的颁奖的场合？就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场。不过它旁边在整修，那就没有拍全貌。好，然后他们有些浮雕，这是北欧神话的诺斯山女神。这样照片有切换吗？有哈。好，有切换哈。什么？有哦。然后再来是挪威王宫，跟卫兵合照，她是女生，那卫兵是女生，她对我笑。然后再来就是地上电车，他们的轻轨，然后我坐到旧车厢，
然后再来就是准备回家了。准备回家之后呢，这个他们的那个这个叫机场快线也有行李柜哈。然后这是哪里啊？有伙伴知道吗？是邪恶的地方，下面的地方，那是我转机的地方啊，在哪里啊？酷派上面全部是金块不过我没有，我几乎没有买啦因为就是要节省一下经费，然后就回去了。然后回去大概有 benefits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然后我好像知道，不知道谁说要什么？那因为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合照，他说就把我的相机拿走，就跟我自拍。哇，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在阿联酋航空工作过，他一看到是说哇，你怎么那么好啊，冲起来可以自拍。好了，那我照片我的这个活动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哈。那我以前在欧洲旅行的时候都要很省钱的，然后我都是要去露营，不过我这次在挪威就比较少露营。那伙伴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时间有点超过了。今天就是你分享的部分是到这个阶段嘛？好，那我们大家先来合影，就是如果有要跟就是我们秀珍团长这边就是再进一步的，就是在反馈的部分的话，可以待会会留下来。好，我们现在先合影哦。都在了吗？大家有没有手脚很快？那个已经把资讯开好了，你们的画面开了吗？哦，好，太好了。来，都在了吗，各位？我要拍照了，拍2轮哈。好，第1轮要开始了，各位，3、2、1。好，确认一下，哦，有哦，好，再一次哦，谢谢各位，3、2、1。好，感恩。那我们现在合影的部分我们就是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秀珍哈，今天就是带我们浏览了一场就是关于就是挪威的30天之旅的一个很精简的一个部分。但是我想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我们已经有对于挪威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认识哈，这非常感谢。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您的按赞、订阅、分享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